2025年2月13日的印度航空展上，两架战机在机场跑道上擦肩而过。乍一看呢，这好像是再普通不过的场景，但在当前的世界政治环境下，恐怕没有比这一幕更奇特的了。这两架飞机，一个是美利坚顶尖航空工程学结晶洛克希德马丁的 F-35， 而另一个则是完全超越了老式侧位的苏57。两大强国的五代机同时在印度亮相，引发了许多人激烈的讨论，让我们不禁遐想 F-35和苏57到底哪个更强？印度会买哪个？这对印度的航空工业又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五代机在印度的那点事儿。印度一片神奇的土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的军事实力一直令人感到摸不着头脑。你说它弱吧，印度的现役专业军人数量高达140万，综合排名全球第4。最为恐怖的是，印度的动员人数只有总人口的 0.1%， 也就是每1000个印度人中只有1个现役军人。相比起来，美国接近4%，而俄罗斯大约在8%。仅从这一项来看，印度就有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全世界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的后备兵员，不可谓不强。然而虽然印度称得上是兵多将广，但印度军队的装备却一直与军事强国4个大字相去甚远。大家可以暂停2秒，搜肠刮肚地寻找一下印度的武器装备，有哪个是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如果各位想不起来，我们就来稍微盘点一下。印度陆军方面有英萨斯步枪和阿琼坦克这一对卧龙凤雏，空军方面呢有30年磨一剑的光辉战斗机，海军那边还有航母本体不要钱，改装花了30-40亿美元，被俄罗斯坑到内裤都保不住的超日王号。通过这些血淋淋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印度的国防工业在国际军事领域上更像是一个充满了罐头笑声的弱智喜剧，自主研发和项目管理这一块基本上是个灾难。然而虽然印度在研发水平上和国际不太接轨，但突出一个敢想敢吹。我们今天聊的这两架五代机都和印度有点渊源，尤其是苏57和印度更是关系匪浅。可以说当年要是没有印度，就没有今天的苏57，所以我们就先从苏57说起。苏57的构想最早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苏联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不过当时苏联的技术路线是超机动和超音速巡航，和现代意义上真正的五代机概念有着不少的差距。毕竟如果是看不见对手的聋子瞎子，机动性再强也是被动挨打的料。虽然概念不太靠谱，但苏联毕竟家大业大，在这个项目下也出现了2个成果，一个是苏霍伊前掠翼的苏47，另一个则是米高扬的米格 1.44。 只可惜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些战斗机虽然技术先进，却属于科技树点歪的产物，都属于出厂即过时的战斗机。再加上紧接着苏联解体，俄罗斯穷得叮当响，这些走歪了的项目最终都被取消。1999年，俄罗斯重新开始了下一代战斗机项目，也就是孕育了苏57的 PAK-FA 计划，原型机就是所谓的苏霍伊 T50。2004年12月 ，T50 完成了概念设计和外形，并获得了俄罗斯国防部的批准。在2006年进行详细设计时，俄罗斯官方大幅增加了投入，计划在2009年前建造3架可飞行的 T50 原型机。当然大家或许会问，俄罗斯这时候不是穷得当裤子了吗？哪儿来的钱开发 T50 呢？那当然是有印度买单了。PAK-FA 项目一开始，俄罗斯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一个有雄心、有财力，而且还好控制的冤大头来分摊开发成本。2007年，俄罗斯和印度签署合同，由苏霍伊和印度斯坦航空联手研发 PAK-FA 的衍生品第5代战斗机。印度的这个5代机上将在苏57的基础上进行43项的改进，加装先进传感器和航电设备，并改装为双座版。两国在这个项目上各投资60亿美元，预计研发周期8到10年。届时，俄罗斯的5代机将在印度生产500架，两边各获得250架。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公司还是个人，双方联手合作，实力必须得差不多，不然的话呢，最终结果不会很愉快。FGFA 项目就是如此，和当年改装超日王航母一样， FGFA 也存在严重的拖延和成本超支问题。再加上印度斯坦航空不给力，原本说好的各承担50%研发任务，实际上只是打打下手。印度这边出了一半的钱，但绝大部分的科研产出都归了俄方，
基本上是把印度人当成长期饭票，以及免费劳力来用，行径类似于诈骗。当然了，印度也不完全是傻子，7、8年之后终于回过味儿来，追在俄罗斯屁股后面，跟俄方说你们科研不带我，消费都是我买单，我们印度也是有自尊心的，这样做让我们很难办呀。而俄罗斯那边的回应也很干脆，难办那就别办了。2017年，俄罗斯要求印度一次性支付70亿美元。印度人虽然不太精明，但也不至于看着火坑往里跳。印俄双方谈判破裂，联合开发无疾而终。当然，我们不得不怀疑俄罗斯是故意拖着印度人，等印度自己退出，方便俄罗斯独享5代机的科研成果。其证据就是印度人跑路的第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宣布将采购76架苏57交付给俄罗斯空天军。2019年7月就开始了批量生产，年底就完成了首架生产型的交付。印度人在的时候，10年项目都没有动静，印度人一走，2年就开始量产了，这是谁的问题？不用我们多说了吧。总之啊，印度人是出人出钱又出力，最后啥也没捞着，硬是看着俄罗斯搞出了苏57。说完了印度人被坑的血泪史，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和 F-35的孽缘。2010年前后，印度左右等不来国产的光辉战斗机，再加上苏57难产，印度就开始对2个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招标。首先是海军的下一代舰载机，当时的印度海军使用的是英国的海妖式战斗机，和 F-35B 比较类似，都是以垂直起降作为卖点的。英美那边呢，也准备用 F-35B 替换自己装备的摇式战斗机，所以印度换装 F-35也是非常合理的选择。不过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印度海军并不是真的想买 F-35，只是把 F-35当成和俄罗斯谈判的一个筹码。当时印度海军和俄罗斯因为航母延期又加钱的问题，两边闹得很不愉快。印度这边大概是想假装采购 F-35来对俄罗斯的军火商施压。我跟你们讲啊，你们俄罗斯可别欺人太甚了，再让我加钱，我就去找美国买 F-35了。正因如此，从2010年印度捏着鼻子花12亿美金找俄罗斯人购买了29架米格 29K 以后，买 F-35的事情就没了下文。至于印度空军那边的 MRCA 项目招标，倒不是印度人看不上 F-35，而是洛克希德马丁看不上印度人。当时洛马给出的条件是让印度先买一个升级版的 F-16，也就是 F-16IN， 然后再过个10几20年，印度空军把 F-16摔得差不多了，再无缝升级到 F-35。而印度空军对这个方案肯定是不乐意的，都是印度人， F-35凭什么只卖给海军不卖给空军？你们美国佬不要看不起人啊。F-35和印度的下一次孽缘要等到2018年。据印度媒体报道，当时的印度空军请求洛马公司向印度提供一份关于 F-35的机密简报，这就引起外界猜测，随着 F-35逐渐形成战斗力，印度是不是又馋了？不过嘛，这事儿呢还是得结合一下背景事件。2017年底，印度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借采购法国阵风战斗机的腐败问题攻击印度总理莫迪。当时印度国防部花了78亿欧元买了36架阵风战斗机，平均价格接近3亿美元一架，比 F-35还贵。印度空军放出这个风来，大概是想借此敲打国内势力，因此买 F-35的事很快就没了下文。说完了背景小故事，我们来对比一下 F-35和苏57的具体参数。我们还是从苏57开始。苏57是一架非常典型的多用途5代机，也是俄罗斯武装部队的第一款隐形战机。除了隐身性能外，苏57也有着相当强悍的机动性，能够做出各种惊人的动作，在航空表演上非常吸睛。宽大的机身让它拥有了相当大的有效载荷，可以携带多枚大型空对地导弹，例如500公斤级的精确制导炸弹、Kh-38空对地导弹、Kh-35反舰导弹等等。空导弹呢就更不在话下了。苏57的2个主武器舱可携带4枚超视距导弹，其主力是主动雷达制导的 K77M， 配备有源相控阵导引头和双脉冲发动机，据称有效射程在180公里以上。至于格斗弹方面，苏57的侧弹舱可携带2枚短程导弹，一般是红外制导的 274M2。274M2 和欧美常见的 AIM-9X 比较类似，至少有正负75度的离轴发射能力，以及40公里以上的射程。至于航电方面，苏57搭载了 SH121 多功能综合无线电电子系统以及 101KS 光电系统，其中包括3组有源相控阵雷达，一组在机头向前，另外2组在机头侧面。这种配置允许苏57在侧向机动时仍然能够引导主动雷达弹。看完了苏57，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F-35。F-35是一系列单引擎的隐形多用途战斗机，有3种编体，
一种是常规起降的 F-35A， 一种是垂直起降的 F-35B， 最后一种是舰载型的 F-35C。 这3架战斗机在大部分能力上差别不大，具体设计上稍有区别。例如，为了舰上优化， F-35C 的外形要比其他2个大一圈， F-35B 为了安装升力风扇，油箱减少了1/3等等。在机动性上， F-35一般被认为不如双引擎的 F-22， 但也足以压大部分4代机一头。而且 F-35A 的内部燃料比 F-16多了1倍，作战半径虽然不及苏57，但已经非常远了。在武器系统方面， F-35有2个内部武器舱，可以携带最高2500磅的炸弹，例如捷达姆、铺路者等等。2023年的时候， F-35A 还获得了携带 B-61核弹的认证。空对空武器方面， F-35可以携带大部分的欧美武器，例如 AIM-9X 响尾蛇导弹、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等等。而且虽然机身较小，但 F-35的 A 型和 C 型在理论上可以内部挂载6枚 AIM-120， 同等情况下比苏57还要多。不过武器挂载数量其实并不是 F-35最强的地方， F-35的雷达隐身性能以及先进的航电设备才是它真正的杀手锏。F-35在设计之初就强调低可观测性和传感器融合，以实现高水平的态势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洛马在 F-35上塞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传感器，包括 APG-81 有源相控阵、AAQ-37 电光分布式孔径系统、AAQ-40 电光瞄准系统等等，可在150公里的范围内对多个目标进行边跟踪边扫描。尤其是 AAQ-37， 它由6个红外传感器组成，可提供全方位的导弹发射警告和目标跟踪，并在飞行员的头盔显示器上提供球形的红外和夜视图像。在态势感知和协同作战能力方面， F-35是要强于苏57的。而隐身性则是 F-35的另一个关键指标。通过精心设计的机身外形，并大量使用了复合材料和锡箔材料， F-35的雷达截面积 RCS 变得非常低。在某些雷达频率和角度下， F-35的 RCS 甚至和一部手机差不多大，几乎不可能被发现。相比之下呢，苏57的隐身性能就要差一点。一般认为苏57的雷达截面积大概在 0.1 平米上下，和 F-35差了2个数量级。总的来看，把苏57和 F-35放在一起，其实很难说到底谁强谁弱，毕竟这2架飞机也没有真的打过。印度到底更青睐哪一架，我们也不好说。但通过上面的对比，大家也能看出来一些问题。首先 ，F-35和苏57这2架飞机，它们的战术定位是不同的。F-35由于有着出色的隐身性能以及优秀的航电和传感器，可以在局部战场上发挥重要的战术作用，并为战区级的4代机中队提供态势感知和战术支援。但论起单打独斗来说，可能还是苏57更胜一筹。由于苏57有着双发动机的加持，产能更加优秀，再加上专为空战优化的气动布局、侧向火控雷达以及定向红外干扰装置等，在中近距离的制空战争有着更明显的优势。其次，货好不好卖，质量倒在其次，买主的需求才是关键。印度这边对5代机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当年印度人对 FGFA 的要求，印度的5代机需要有高超音速巡航能力，搭配广阔的作战半径、先进的航电设备、高度的隐身性以及强大的网络中心战能力。这些要求不论是苏57还是 F-35都没法完全满足，所以我们现在也很难说到底印度想要其中的哪一架。另外，军购这种事情并不仅仅是你买我卖那么简单，其中掺杂了许多政治因素。比如美国方面的态度其实就很微妙。根据一份泄露的美国外交电报，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认为，由于美国与巴基斯坦保持着良好的军事伙伴关系，而且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后对印度实施了制裁，关键的国防交易将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特朗普在与莫迪会面后则表示，美国将从2025年开始增加对印度的军售，并最终向印度提供 F-35战斗机。印度国大党官方 X 账号就此事发文质问，伊隆马斯克称 F-35为垃圾，为什么莫迪执意要买它，并称该飞机价格昂贵，运营成本高昂。而俄罗斯那边的情况虽然没有这么复杂，但买了苏57就等于在未来的10几年时间里和俄罗斯的利益绑定。虽然印度政府的财力毋庸置疑，在被俄罗斯坑了这么多次以后，是否还有魄力继续购买，也是一个未知数。